欢迎收听《生命的光》，很高兴又跟你一起，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看这个世界。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的主题是数位时代的宽恕、网络暴力与心灵救赎。我们手边有一篇蛮有意思的文章，叫做《数位时代的宽恕大能：从炽热键盘到心灵救赎》，还有一些相关的讨论。说真的，里面提到一些数字，还蛮让人担心的。有个2025年的报告说，现在有高达65%的年轻人因为网络上的那些恶言恶语感到焦虑，甚至将近30%的人还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。哇，这个真的不是小事情。对啊，这篇文章，点出来一个现在很严峻的现实。网络有时候就好像那个古希腊神话里讲的盖基斯戒指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可以让人隐形的那个。一旦匿名了，好像，那个行为的束缚就变小了，人性里面比较阴暗的那一面就跑出来了。这就造成了很多很严重的语言暴力，甚至变成那种所谓的键盘审判，就是一群人在网络上自己当法官，或者是那种集体攻击的正义狂热，很可怕。奥古斯丁形容得很好，他说那种心里怀着怨恨的人啊，就像自己喝毒药却希望别人死掉一样。这种伤害不只是伤到对方，其实最后也伤到自己。那面对这种状况，基督信仰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出路呢？对，这个问题很重要，而且文章接着就点出一个我觉得很有力量的核心观点。他说，基督教讲的宽恕，并不是一种软弱的道德要求，而是来自十字架救恩的生命大能。这是一种力量，是从基督在十字架上展现的那种牺牲跟爱来的。这给了信徒去饶恕的一个动力跟能力。这就挑战我们去想啊，当你在网络上遇到那种恶意的攻击，甚至是抹黑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去实践耶稣说的70个七次那种宽恕？这里的70个七次当然不是叫你真的去算数字啦，而是象征一种完全的、彻底的不计较和宽恕，就是学习天父那样的怜悯心肠。是没错，但这种宽恕听起来很高远，要怎么落实在那个常常充满火药味的网络上呢？感觉很难呐。文章其实提出了一些很具体的数位宽恕的练习方式，我觉得蛮实用的。首先是培养所谓的情绪韧性，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，但就像诗篇的作者一样，学习把眼光转向神。诗篇123篇第1节说的，把眼目定睛在神身上。当你被攻击，觉得很委屈的时候，先停一下，透过祷告寻求里面的平静和力量，而不是马上反击。文章里举了一个例子，我觉得很好，是一位2024年被严重误解的基督徒博主。他不是立刻跳出来辩解或骂回去，他是先禁食祷告，之后才发布一个澄清的影片，而且他甚至还能为那些攻击他的人祝福。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做到，但这就展现了那种情绪韧性的力量。学习管理自己的情绪，不要马上就被点燃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那除了调整心态，文章也提到一个很实际的行动，就是设立健康的界限。就是说，宽恕不等于要我们一直忍受持续的伤害，好像变成一个受气包一样。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教导的，对于那些你劝了也不听，还一直来伤害你的人，有时候要把他们看作外邦人和税吏。意思就是在关系上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。在网络上，这就可以很实际的应用成，比如说使用封锁啊、晋升这些功能，保护自己不要一直被卷入那种没有意义的消耗战里面。这不是报复哦，这是一种智慧的自我保护。对，界限是绝对必要的，这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。再来，文章还强调要以爱心说诚实话，这是提摩太后书提到的。面对网络上的误解或是不实的指控，如果情况许可的话，用温柔的但是基于真理的方式去沟通。这里也提到一个2023年的例子，有家基督教机构，他们面对网络上的一些质疑跟批评，他们没有选择谩骂回去，或者是情绪化的回应，反而是很耐心的引用圣经，解释他们的立场，而且还邀请对方来对话。结果呢，透过这种基于爱和真理的沟通，最后还引导了原本质疑他们的人认识而且接受了信仰。
这就显示出来，即使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，温柔但坚定的沟通还是有它的力量在。沟通的艺术真的很重要。那做了这么多，不管是调整心态、设立界限，还是用爱心沟通，这一切行动最终指向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文章提到的是复合这个词，也就是希腊原文那个 katalasso， 它强调的是把原本对立的双方重新连接起来。这听起来在现在充满敌意的网络世界好像很难想象，对不对？但并不是不可能。想想看，像曼德拉的故事，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，出狱之后仍然选择和解而不是报复。或者文章提到，有一些基督徒在2024年发起了网络和解挑战，他们鼓励大家去尝试联系过去在网络上可能伤害过你的人，或是你伤害过的人，去寻求重建关系。这些例子都证明了，即使是在虚拟的空间里面，透过宽恕，还是能够播下和解的种子。没错，这正是基督徒在这个受位时代可以扮演的一个很特别的角色，成为那座在黑暗中发光的城。文章也建议了一些具体的做法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比如以祷告取代谩骂，可以私下甚至公开设立一个祷告墙，为那些攻击你的人代求，这很不容易，但很有力量。或者是用故事传递盼望，分享像圣经里面约瑟被他哥哥们出卖，最后却选择饶恕的故事，或者分享自己经历过宽恕的个人见证。故事是很有感染力的。还有就是建立属灵防线，比如说参加一些线上的查经班或是灵修小组，彼此扶持，一起来抵挡网络上那些负面影响。透过这些方式，我们就能在网络空间里面把信仰活出来，实际参与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面。好，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从这些资料里面看到的重点。网络暴力，真的很真实，它的破坏力也很强，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。但基督信仰提供的这个宽恕之道，它不是一种消极的忍耐，而是一种积极的、能够带来转化的力量。它教导我们管理情绪，设立健康的界限，用爱心去沟通，而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走向和解。是的，说得很好。宽恕真的不是软弱，而是属灵力量的一种展现。当你选择不以恶报恶，当你选择饶恕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在这个常常很混乱、很黑暗的数位世界里，宣告了一种不同的价值观，就是光明是能够胜过黑暗的。社群媒体也有机会成为一个传递恩典的地方，而不是只是充满攻击的战场。说得真好。那么，听完我们今天的讨论，最后留给你思考的是，在你自己的网络互动中，不管是你在脸书上、IG 上，还是在 PTT 或 Dcard， 你可以怎么样有意识的去成为一个传递恩典和盼望的人，而不是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也变成了加剧冲突的那个源头呢？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